不是，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11连假，对比方说黄金周，哇，赚翻了。结果发现中国内部一大堆穷游，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我们把镜头到国外去，哇，真的有钱的中国人都到国外去了。结果，每个国家人看到，怎么我的家里，我家旁边是我国家都是中国人。先看到这个画面是是在帛琉哦，很多人去潜水，就发现不对。这人也太多了吧，人比鱼多了吧？真的，这是太荒谬！天啊，吓死人了！真的会吓死！搞不好我跟你讲，因为太多人了，所以连鱼都吓死了，连鱼都浪杠起来，你找不到鱼，你知道？然后还有巴厘岛啊，船上啊，也全部都是满满的人。对。然后你看到这里是哪里的？连挪威、北欧，挪威，你看塞车，我就不相信平常挪威会塞车。挪威塞车了，塞车，而且呢，他们就在山在里面就讲到说，我看啊，这个一个叫罗佛敦岛的上面，大概90%啊，应该都是中国的旅客。你现在看到在哪里？连非洲也塞车，非洲也塞，而且你知道吗？这很可怕，他们全部都停在那边，对不对？就想说，而且好像有点车子有点问题，就停在这边，然后那个野生动物旁边都野生动物，心里想说会不会其实你这些车真的要比野生动物都还要来得多？就刚刚提到的鱼没看到，野生动物也没看到，大象也没看到，因为什么？都看到的只有人哦，人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太多了。那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场景在哪里？瑞士的山地啊，卡丁车赛道上。卡丁车赛道也塞人，都是满满的人，这太荒谬了啦！刚刚的挪威塞人，瑞士这边你也塞人。那如果瑞士、挪威都塞人，我们也不要错过另一个地方的澳洲。你知道澳洲也是好山好水，就好山好水，很多人要去，就一看发现，你看这太夸张了。我跟你讲，我觉得澳洲平常应该也不是这样子。这是澳洲的墨尔本哦，这个景点很有名哦。结果，怎么？全部都是中国人，是他这12门徒外面的员外步道全部都是人，而且我跟你讲，你看过去全塞满了，都是黑头发了，有没有注意到都是黑头发？由此可见哦，真的有钱人中国人在11场假的时候都出国。那你刚刚说好，那人山人海吧，那就可能就这11场假。我跟你讲哦，这个不要说只有特别的景点人多而已，我们现在给你看另外一个地方，冰岛。冰岛呢有一个公路啊，现在发生了翻车的事故。不是，你刚刚说到，就是冰岛这个巴士这个倒塌，就是现在这个哦，这人也太多，整个车子都翻了，他这消防人员、搜救人员全都下去了。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哦，它的公路是地基比较高的情况下，所以它翻覆的时候，事实上旁边那一边它滚覆的非常严重哦，所以这车子全毁之外，里面大概40几人啊都受伤，轻重伤。其中大家比较讶异的是，40几人轻重伤里面有一半竟然是中国人哦。其中一个人说什么？他的背部因为撞击，他说他连动都不能动了。是，他说啊，他那个其实非常痛的，影响到一个行走哦。那还包括什么？刚刚是提到11长假这个出游，对，有的我很想离开中国，然后也不是在11，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方设法怎么办？就用偷渡，就用非法走私，就用偷渡的方式。你看10月8号，竟然被你看画面这个，山东通渡客搭这个夜船啊，然后直接要穿到哪里？到韩国啊，韩国泰安呐，这个泰安的海警哦，直接就捉捕到了8名的中国的偷渡客，在凌晨1点43分左右，所以显见哦，大家想说夜黑风高好偷渡哦，赶快趁着这个时间离开中国。那另外一个呢，还一样被发现，而且在9月份也是在逃到韩国去的是哪里？是在这个济州岛啊，连济州也有哦。是发现呢就有6名啊，这个中国偷渡客是从江苏，江苏离济州岛应该蛮远的哦，就是从江苏这边一路啊就赶快向济州岛挺进，就抓到3个人啊，还有另外3个人在逃哦。那呢这个你就知道，因为韩国离中国这边比较近嘛，所以呢就中国的第一个要外逃的选项，可能就会常常以韩国为第一站。那其他的还有往哪里你知道吗？竟然连塞尔维亚，哇塞，在欧洲这边塞尔维亚竟然也发现有至少10名的中国公民哦，他们是搭船，然后呢就在克罗埃西亚跟塞尔维亚上面的多瑙河已经翻覆，造成1人死伤哦。所以换句话说，在习近平主政之下，这个很多中国人，那个真日子过得不好，然后没有办法出国，但是用什么方法？用偷渡的方式，希望投奔自由。郑梦，我们今年才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加州有一个野火，那时候被叫野火，一烧轰上去，600多间的房子通通烧，甚至连好莱坞巨星的家里，它也被烧了。
损失好几。那时候想说加州怎么会变成这样，跟地狱一样。结果你看，就是当时这个画面很吓人哦。那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个火什么时候才要灭？灭了非常非常久。结果今天最新的报告出炉了，天哪！这个加州的这个野火案件根本不是什么野火，根本是一个加州纵火案件。现在嫌犯也抓到，就他一把火，600间房子通通都被他烧了。是没有错哦，这个场火灾好被称为加州史上最严重的野火之一Palisades Fire。那当时烧了快1个月，对，那损失大概1500亿美金。刚刚就像赵友哥说，连 Mel Gibson 的家都被烧掉了。对，那当时他们在查就说奇怪，那查我，他们就怀疑，其实这场火虽然是1月7号引燃的，但他们怀疑跟1月1号在同一个地点有一场火灾有关系。哦，对，所以他们就传唤当时呢报案的民众。那传来传去之后，发现有一个民众叫29岁的 Jonathan， 这个 Uber driver， 他的供词很怪，为什么呢？你说就是这个人？对，这个对，没有错，这个 Jonathan， 他说他可以很明显的描绘出当时案发就是起火的火源在哪里 ，but 什么呢？这个办案人刚刚就奇怪，因为他们当时根本还没有公布起火地在哪里，我都没有跟你讲，你都知道。没错，一点刚刚怪。好，所以这个 LAPD 呢，他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潜在的嫌疑人，因此就去调查他，你知道吗？调查他有透过2个 G 突破瓶颈。第一个 G 叫做 GPS， 对，第二个 G 就叫做 ChatGPT。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调查他的手机，调查他的电池记录，发现里面有很多猫腻。第一个就是他在去年7月的时候，居然就曾经透过 ChatGPT 生成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的指令是什么？他要求他生成一张什么反乌托邦式的画面。对，然后里面要有几个部分。这边是斗会那个森林，左边是这个森林，然后右边是一群人要逃离火灾。你说他叫GTP 帮他生成这么多的图片，都跟火灾、跟人群逃亡是有关系的。他看起来是有恋火癖，因为他连听的歌都跟火有关。好，那这个办案人就觉得怪啦。接下来你知道吗？就去查他的 GPS。那你知道这个人他当时声称他报案的时候是在山脚。看到山顶斗火，伊就打电话去报案，对不对？结果呢 ，GPS 显示呢，其实他在报案发的时候就在离起火点9公尺的地方，而且没有就是非常近，非常近。然后他当时打了5通报案电话，但是因为山顶修无啦所以他跑到山下之后才打通。卡等于讲911，我看到一个火灾啦请你来拍火。结果消防员来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反而跟着消防员到现场，还去录影。好，所以这个消防员这个调查单位就觉得很奇怪，再去查他 GPT 还有什么东西，对，发现他还查了，在报案的时候还同时查了讲，我呐假婚斗火灾，然后那个引发火灾，算不算我的错？哎呦，这个就他已经问好GTP。我要如何去脱罪了？对，没有错，没有，他已经问 GPT 他怎么脱罪。然后我们刚刚讲 GPS 嘛，它就是定位说，其实他报案的时间更正，他报案的地点就是跟他最后去作证的地点不一样那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赖打。列刚刚杰赖达为什么跟这个案件有关？因为最后发现他当时在纵火的时候有拍一个影片，对，影片里面刚好拍他的赖达，而他的赖达就在他的车上，所以证明说这个 barbecue style 这个barbecue 型的赖达就是他的，而他就是用它来纵火。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烈火有多么的严重，那很夸张没有错，相当离谱。你可以看到，你看这斗会就是他纵火的时间，就是这个画面，他纵火的时间。好，所以顺燃。那他1月1号那个纵火之后呢，因为虽然看起来消防员已经打火打熄了，对不对？但实际上下面还有余烬，所以7天后又复燃，才造成这么严重的火灾。那你看很怪异的是，这场火灾当时有4个起火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alisades， 然后还有一个叫
接下来还有 Hearst 和 Woodley 这4个地点。你知道这个4个地点同时起火，非常奇怪。然后呢，你知道撤离了10万人。对，最后将近30人过世，那这个财损当然不计其数。而洛杉矶当然不只有火灾哈，其实洛杉矶最近还有跟台湾面临一样的事情，就是毒品的问题。你看规定人多呀，对，够上好笑的就是啥，你知道，当街可以吸毒，当街吸毒就算，一个一个碰意呀，碰意是要创啥？吸毒吸懵去啊，就在顶头困啊。麻醉沙发，因为其实我想这个可能跟他们的总统选举也有关系，因为美国更正这个洛杉矶加州现在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他是剑指2028的总统大选那这个川普呢，他目前也已经派的这个国民兵进到这个加州洛杉矶这边去做一个处置，那所以可以看出。川普现在要打击芬坦尼，实际上可能是针对这个 Gavin Newsom 做一个2028的总统大选的大位之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